常德城里几口古井静静流淌着时光，丝瓜井、崔婆井、葵花井、四眼井皆是留存至今的古遗迹。井筒里藏着市井烟火，井沿上磨着岁月痕迹，一口口串联起老城的记忆，在喧嚣中守着一方清凉与过往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，祝大家天天有福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湖南省常德市有几口名字特别古怪的水井，它们分别是崔婆井、葵花井、四眼井以及丝瓜井。光听名字我们就觉得这几口井非常的新奇，而且呢，这几口水井也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。如果大家也喜欢寻幽探古，不妨跟着我一起了解这些水井的历史故事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口井，这口井是4个井中唯一一座用人名来命名的水井。这个井叫崔婆井。关于崔婆井的介绍就在我身后这个介绍牌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文物保护碑，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德城区古井群崔婆井。这边呢就是关于崔婆井的一个历史介绍。明清2代的地方志均有详略不等的相关记载，可谓史在有序，更添口碑相传。相传古时崔婆凿井酿酒，水甘酒香，武陵城里崔家酒，地上应无天上有。南游道士饮一斗，醉卧白云深洞口，可见崔婆所酿之酒亦是名声远播。有一个道士张须白，每日来此饮酒，不负分文，崔婆仍来以礼相待。某日，道士将云游四方，为答谢崔婆，用仙术将水井化为酒井。从此，崔婆取井水当酒售卖，家渐殷富。数年后，道士回来问崔婆还有什么需求。崔婆告诉他，虽有酒卖，而无酒槽喂猪。道士大为感慨，随口吟出：天高不算高，人心第一高。井水当酒卖，还说猪无槽。从此酒井复原为水井，与之相关的传说不断演绎流传。后北宋名相寇准路过此井，嫌其与贪相关，而人可不饮滴水，演绎成名相拒饮贪泉之水的传奇。三国名将关羽也拒饮此井之水，并自恃神力凿地成井，留下了另一名圣卓刀泉。现在看到这口井，2个井相连的方形井口，10井宽，各自套着一径青壁，引子清凉生津。井旁高耸一碑，上刻崔婆仙井及其传说，悟者观之，却有喜欲戒贪之效。这就是关于这个崔婆井的一些历史传说与故事。现在我们沿着这个楼梯一起去看看那个崔婆井。我们在这个楼梯口发现旁边有一块以前的石碑，不过时隔多久，上面的字已经消失了。风化的比较严重，这块古老的石碑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字迹了，而且在这口井的周边全都是杂草丛生，垃圾遍布。沿着台阶下去，这个地方有人种了花椒还有石榴。不知道这是不是也
野生的花椒，还是绿色的，还没有成熟。这是石榴，旁边杂草丛生，到处是垃圾，显然是废弃很久了。养的一些鸡鸭，旁边还有人过来这边垂钓，这旁边已经成为了当地人在这边休闲的场所。前面是一户酒家，你们看，在我面前的就是崔婆井，井水中落叶成堆，一看就是废弃很久了。在这口井的正前方也有一口井，刚刚我们在故事里介绍了，相传是关羽亲手凿的。当年关羽路过此地时，宁愿自己在旁边亲手凿一口井，也不愿意喝崔婆的这口井，是因为崔婆这个井它有贪念之意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不难看出关羽这个人啊，他非常的品德高尚。这口崔婆井它是呈正方形的。那么关于这个崔婆井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朝另外3口井出发吧。我们看一下另外常德市的3口井现状，不知道怎么样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探访的第2处古井——葵花井。大家看到我现在的所处地，古树参天，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？看待这些楼房，是不是以为我在小区里面？其实并不是，这里是湖南省常德市第一中学。现在我这口古井就在我的右手边，我们走进去看看。这里有一块文保碑，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常德城区古井群葵花井。旁边呢有一块关于葵花井的一个简介。葵花井系明龙王府邸所遗留，为一座历史悠久、具有传奇色彩的古井。民间传说，这个井有其独特之处，井中常隐现一朵葵花，舀入瓢中则瓢中有葵花，注入桶中或盆中则桶中盆中有葵花，倒入碗中或者杯中则碗中杯中也会有葵花。市民对此视为神异。井中之水清澈干冽，冬温夏凉，常年不和，居民用水极其方便。明龙王府始建于明弘治11年，即现今常德市第一中学所在。葵花井作为龙王府邸唯一原址遗存，成为王府兴衰更替、历史变迁。那么我们现在走到这个葵花井这个上面来看一下，这里设置了台阶，然后周边设置了这种围栏来保护这座古井，旁边刻有字“葵花古井”。你看，因为这口古井设置在中学里面，所以现在是把它封住了，防止有学生跌落进去。你看周边这些围栏，四周设置了这种古朴的狮子守护在这里，非常的古朴庄重。这个井口边上雕刻有葵花形状的花纹。不知道这个井里面的水是否还能够取用，只是现在完全把它封住了，为了学生的安全。这个围栏上面雕刻了有葵花的花纹图案，更加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口古井的神秘传说。
这个葵花井始建于明弘历4年，此口井呢，历经隆怀王、隆丰王等7代龙王，服务王府达135年，直到崇祯16年（公元1643年），张献忠攻破常德，末代龙王朱慈遭超唐出逃，王府焚毁殆尽，唯有这口古井幸存。葵花井如同一部沉入地下的编年史，以波光潋滟映射600年城市变迁。接下来，我们朝着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第3口古井出发。学校周围这个树都有50、60年的历史了。这里现在是非常的安静，因为在第一中学常德市第一中学里面，现在是属于放假期间。这口葵花井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我们走到这个常德市第一中学里面来，感受这里的浓厚的文化氛围。不愧是曾经的明王朝荣王府，非常的古朴大气。这座学校也是近100年的历史。尽管明王朝已经覆灭了近6、700年，但是这里的王者气息仍然非常的厚重。这里不愧是100年学府。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探访的第3口古井——四眼井。这口四眼井，我们现在走过来，看到这里有一块文物保护碑，显示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德城区古井群四眼井，由常德市人民政府在2012年10月立的这块碑。在这块文物保护碑旁边，有一块关于这口四眼井的历史资料简介。据史记载，这口四眼井始建于西汉，井盖凿四窟，既利于防污，又利于安全，更便于百姓多人同时取水。因为上面字刻的有点不是很清楚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给大家介绍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口四眼井具体的样貌如何。这口井四周是用这种花岗岩围起来的，作为一个保护措施。所谓四眼井，就是做了一个井盖，上面凿了4个窟窿，方便同时多人取水，这样比较安全。而且这个井的口子，井口比较宽，所以刚刚那个资料上记载，这样可以防污，只留这种小的井孔，便于取水，安全。四眼古井周边这个花岗岩保护，然后这个栏杆雕刻的花纹也是非常精美，图案栩栩如生。四眼井一开始它是始建于西汉，但是它曾经毁于兵灾。相传在三国时期，猛将张飞取武陵军时，在此安营扎寨，并对古井进行修复。井壁上曾刻有“张飞重建”字样。如今，“张飞重建”4字已难觅影踪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井的下方，里面还是有水，但是里面丢满了垃圾。整个这口古井就完全废弃在这里了，上面树叶、枯树叶、垃圾丢满了，只能是作为这边的历史文物
存留在这里，还有上面的这些历史故事。饮水思源，泽润桑梓，也就是当地人采用这个井水来进行灌溉生活的取用。张飞重建，就是刚刚天福讲的，张飞曾经在这里重建过这口井，修复过这口井，也就是三国时期的张飞留下的历史足迹。西汉年间开凿的四眼井，这就是关于这口四眼井的历史故事的传说。四眼井它其实还有一段故事，在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这里的老百姓将一些贵重物品丢弃在井中，希望能够逃过洗劫。考古人员在井底淤泥中一点点掏出时，还掏出了不少家户舍弃在井中的私藏，所以四眼井留下了常德人一段深痛的记忆。这口古井是湖南常德现存最古老的井。关于这口四眼井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我们朝着我们本期视频最后一口古井丝瓜井出发。我们现在走到丝瓜井巷这里，现在在我镜头前面是一个简易的牌楼，上面写了丝瓜井。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里面古树参天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本期视频探访的最后一口古井丝瓜井。刚刚我们去探访了葵花井，在那口井的周围围栏上有葵花图案，在这口丝瓜井的围栏上，我们也能发现有丝瓜的图案，说不定就是以这个来命名，取名为丝瓜井。我们在丝瓜井的这里发现有一块文物保护碑，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常德城区古井群丝瓜井，由常德市人民政府2012年始阅立。现在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这口丝瓜井有什么样的特色。这口井口不是很大，上面用铁丝网把它封盖住了，里面有杂草，现在这个距离看不到，里面应该已经废弃了。现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基地，供游客来参观。然后周边当地政府设置了这种花岗岩，来做了一个维护保护。这口丝瓜井的历史传说故事非常的丰富多彩，现在让我们一一给大家讲解。这口井的建造历史没有史书记载，但是通过井壁构造方式及井周出土的汉代、三国时期文物，推测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代以前，可能早至宋元时期。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口井的历史也非常的久远了。井口直径约有5尺，大概是1.7米，深有3丈，约10米，形是倒置的缸体，上窄下宽，井水清冽，久旱不竭，历史上为居民重要饮用水源。这个井呢，与传说中的刘海砍樵与金蝉的故事有关。相传井中曾有金蝉，夜间吐白光，直冲云霄，传说凡人乘光可升仙。这里说到刘海的故事，青年刘海家贫，每日砍柴奉养盲母。狐仙胡秀英慕其孝心，化身女子与他成婚。胡秀英助刘海以白珠为饵，从井中钓出金蝉，
刘海其蝉升仙，留下刘海戏金蝉的典故。反派的冲突这里有10罗汉或者是恶势力，想要夺取胡秀英的宝珠。刘海持10斧，与众姐妹合力击败对方，守护家庭。这个井为什么叫丝瓜井呢？有神秘的现象，就是井水倒入容器，比如说木盆、白瓷碗后，水面会显现出丝瓜蔓藤，触动它呢又消失了，因此为井名。科学家推测或与井壁矿物质折射、光线作用相关，但民间更倾向视其为仙迹显灵。关于这口丝瓜井，还有一个故事传说，就是在很久以前，常德一个恶少想要霸占一个卖丝瓜的少女，那么少女投井自尽，后来井水中显现出金丝瓜的幻影，乡民视为少女化身，故称丝瓜井。恶少遭到报应，惊吓而亡。今天我们探访完了常德城区古井群这4口古井，他们给我的印象是，虽然他们历经了无数的风雨与沧桑，仍然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，是非常的难得。但是如今他们依旧废弃在这个地方，实在让人感到可惜。这些历史古建筑、古遗迹，它们不仅是历史的守护者，也同时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。希望后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文物保护。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探访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